你们知道吗？乔布斯、马克、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还有卡尔、拉格斐。这几个名字除了代表惊人的财富，还藏着一个诡异到背脊发凉的共同点。他们的衣柜里挂着一排又一排完全相同的衣服。乔布斯终其一生都是黑色高领毛衣配浅蓝色牛仔裤。扎克伯格买了数十件一模一样的灰色 T 恤，每天穿着出现在任何场合。老佛爷、卡尔、拉格斐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坚持黑色西装、白色衬衫、黑色领带、黑色墨镜的固定装扮。世界上最忙碌、最聪明也最富有的这群人，为什么连1秒钟都不愿意花在穿衣服上？是因为他们天生缺乏时尚品味吗？还是单纯因为懒惰？都不是。这背后藏着一套极其精密、刻意为之的大脑能量管理策略。今天这支影片会从头到尾给你一个全新的视角。如果你觉得有料，先按下订阅，打开小铃铛，再帮我把赞按下去，这会给我很大的动力，继续做出更多深度内容。好，我们直接开挖。今天我要用心理学和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把这套策略彻底解剖给你看。影片最后，我会告诉你如何把这一套思维模式原封不动搬进你的日常。我保证，明天早上当你再次站在衣柜前，你的选择和今天截然不同。我们先从整个理论架构最底层的核心概念讲起。你听过决策疲劳这个词吗？这不是生活用语，而是一个严肃的心理学概念。它指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人类一天之内能做出的高质量决策数量存在生理极限。我们和电脑完全不同。电脑不管连续运算多少次，效能不会下降，但人类大脑每做一次决定，无论大小，都会消耗一部分生物能量，而这个能量是有限的。当能量储备逐渐耗尽，你的判断力就会不受控制地下降，你会开始做出冲动、逃避、懒散的选择。到了极端情况，你连最简单的决定都做不出来，你的大脑会强制进入一种近乎当机的状态。有一个经典到让人背脊发凉的研究，完全可以证明这件事。以色列学者针对法官的假释审查判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统计分析，他们追踪了数千件假释申请案，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规律。在早上刚刚开始工作的时段，受刑人获得假释核准的比例高达 65%， 但随着时间推移，到了下午，法官连续工作了好几个小时，做完几十个复杂的法律判断之后，再出现在他面前的受刑人，假释核准率像自由落体一样直接掉到了接近 0%。 你没看错，几乎为零。这些受刑人的犯罪事实没变，悔改态度没变，卷宗资料没变，唯一改变的是法官大脑里的能量存量。疲惫的大脑会本能地选择最安全、最不费力、最不需要承担风险的选项。对法官来说，最安全的选项就是维持现状，不同意假释，因为同意假释意味着承担万一再犯的风险。早上精力充沛时，法官有能力细细审查每份资料，评估风险，做出有担当的决定。但到了下午，大脑累了，只想尽快结束工作，只想走最省力的路径。你以为只有法官才会这样吗？这种决策疲劳在你的日常生活里，每天每分每秒都在一模一样的上演。早上起床，站在衣柜前，烦恼今天穿什么；走到厨房，烦恼早餐吃面包还是麦片；出门之前，烦恼今天戴哪只手表，背哪个背包；走到路口，烦恼走大路还是走小巷；到了地铁站，烦恼先回哪封邮件，先开哪个档案。这些看起来无关紧要，不需要花太多脑力的微小决定，就像一只又一只看不见的寄生虫，一点一点无声无息地把你大脑里最宝贵的能量储备给吃干抹净。等你真正坐到办公桌前，打开那份需要你全神贯注的报告，打开那个需要你做出关键决策的会议资料时，
你大脑里剩下的能量已经不足以支撑你做出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判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下午2、3点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开始刷手机、逛购物网站，或者盯着窗外发呆。不是因为你懒惰，不是因为你没有意志力，而是因为你的大脑真的没电了。乔布斯比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更清楚这件事，他曾在公开受访时亲自解释过，为什么他每天要穿一模一样的衣服。他说他不愿意把任何一点精力浪费在烦恼今天穿什么上面。他甚至算过一笔账，早上挑选衣服可能只需要1、2分钟，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如果你把每天这2分钟累积起来，一周就是10几分钟，1个月就是1个多小时，1年就是10几个小时。这10几个小时如果用来思考产品设计的细节，用来构思下一场演讲的节奏，用来跟设计师讨论用户接口的流畅度，可以产生多少真正有价值的产出。对乔布斯来说，把能量消耗在挑选衣服上是完全不符合逻辑，完全说不通的浪费。但这里有一个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有趣细节，乔布斯身上那件看起来朴素到极点的黑色高领毛衣，并不是随便在路边摊或平价品牌买的，那是他亲自委托日本世界级服装设计大师三宅一生为他特别量身定制的，而且他一次就订了好几百件，足够他穿到不想再穿。这代表什么？代表乔布斯并不是一个对衣着完全没有要求的人，他没有放弃对美感的坚持，他没有邋遢，没有随便，他只是用了一种更聪明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花一次性的精力去找出那个最适合自己的选项，然后把那个选项固定成一个不需要再思考的规则。从此以后，他每天穿的都是那件精挑细选后的最佳解。这跟乔布斯做产品的哲学如出一辙，把复杂的东西变简单，把多余的东西砍掉，留下最纯粹、最核心、最完美的存在。简单的才是最好的。马克·扎克伯格也曾在公开场合说过完全同样的话。他说他之所以每天都穿那一件灰色 T 恤，是因为他希望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为 Facebook 的用户做出更正确的决策上。他不希望把任何能量消耗在早上起床之后站在衣柜前面的那几分钟里。各位可以想想看，那时候 Facebook 的全球用户超过了10亿人，一个每天都要为了10亿人的生活体验、隐私安全、信息流通做出无数关键决策的人，他的大脑必须随时保持在最佳状态。对他而言，花任何1秒钟去思考今天要穿什么，都是一种对那10亿人的不尊重。好了，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理解了为什么要穿得简单，但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个更深层、更反常理的真相。这不仅仅是节省时间、节省精力的问题，这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关于自我认知和心理暗示的强大机制。请你仔细想一想，当你每天早上站在衣柜前面，面对一整排花花绿绿、款式各异的衣服时，你实际上在做什么？你实际上是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身份选择。你今天想扮演谁？是稳重专业的职场精英，还是随性自在的文艺青年？是活力充沛的运动健将，还是成熟优雅的都会女性？每一次挑选衣服，你都在跟自己进行一场关于自我认同的对话，而这场对话比你以为的要耗费心力得多，因为每一次选择都隐含着一丝微小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我选这件会不会太正式？那件会不会太随便？裤子跟上衣搭不搭？颜色会不会让我看起来没精神？这些细微的自我怀疑虽然短暂，却会在你的潜意识里留下痕迹。而当你选择像乔布斯、像扎克伯格那样永远只穿同一套固定的制服时，你等于在对自己宣告一件事：我不需要在这一刻重新定义我是谁，我很清楚我是谁，我很清楚我要做什么，而我要做的事情比我现在身上穿的衣服要重要1万倍。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心理暗示，它让你的大脑
在每天睁开眼睛的那一刻，直接跳过了那个充满噪音的自我怀疑阶段，直接进入执行模式。你不再是那个站在镜子前面左顾右盼、犹豫不决的人，你是一个目标明确、行动果断的人。你的穿着不是你身份的问题，而是你身份的答案。而且这个答案每一天都是一样的，稳固的，不容置疑的。另外还有一个更实际也更容易被忽略的角度，叫做注意力残留。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专有名词，意思是说，即使你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比如选好了今天要穿蓝色衬衫配卡其裤，但你在做决定的过程中所考虑过的那些被否决的选项，并不会立刻从你的大脑里消失。白色那件是不是更好？黑色会不会更显瘦？我上次穿绿色那件被同事夸奖了，今天要不要再穿一次？这些被淘汰的念头会像一堆背景程序一样，继续潜伏在你的大脑后台，默默地占据着你的一部分认知资源，消耗着你的一小部分注意力。这就是注意力残留。你以为你已经选完了，决定了，可以出发了，但其实你的大脑还在背后偷偷地处理那些被放弃的选项所留下的残余信息。而当你每天都穿同一套衣服时，你彻底斩断了这个注意力残留的产生源头。没有选择就没有犹豫，没有犹豫就没有残留。你的大脑在早上起床的那一刻，就是一片清澈的、完全干净的、完全待命的状态。这对于一个需要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做出关键判断的人来说，价值连城。好，刚刚我们提到了法官的假释判决，提到了乔布斯和扎克伯格的亲身实证。接下来我要给你两个全新的真实故事，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印证这个观点。第一个故事是关于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他在担任美国总统的8年期间，几乎永远只穿着灰色或者蓝色的西装。他自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非常坦率地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会看到我只穿灰色或蓝色的西装，因为我把决定缩减了。我不想去思考我该穿什么，因为我每天要做太多其他更重要的决定。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他甚至连吃的早餐都尽量保持固定不变。他不希望这些日常琐碎的事项占用他任何一丝的决策空间。你可以想象一下，作为美国总统，他每天早上收到的第一份简报可能就涉及国家安全、军事行动、外交危机。他的一个决定可能影响数千万人的生命安危。在这种压力之下，如果他还需要花费心思去思考今天领带的颜色要跟衬衫怎么搭配，那简直是一种近乎荒谬的奢侈。第二个故事可能离你我的日常生活更近一些，但同样极具说服力。这是关于一位当代非常知名的神经科学家，他的名字叫安东尼奥·达马西奥。他长期研究大脑功能与决策行为之间的关系。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分享过他个人的一个习惯，他永远穿着同样款式、同样颜色的深色长裤和深色外套。他的理由跟乔布斯如出一辙，他说，他不想让大脑的宝贵资源浪费在无谓的选择上。但达马西奥提供了一层更深入的科学解释。他说，每一次选择，无论大小，都会激发大脑前额叶皮质的活跃。前额叶皮质是人类大脑最晚进化出来的部分，负责高阶认知功能，包括专注力、逻辑推理和情绪调节。然而，前额叶皮质也是一个非常消耗能量的器官。当你把它的能量耗费在决定穿哪只袜子、系哪条皮带上面时，你等于是偷走了原本应该属于深度思考、属于创意发想、属于问题解决的资源。达马西奥甚至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形容这件事。他说，大脑就像一块肌肉，你不可能在健身房先用尽力气做完100下二头肌弯举，然后立刻去参加举重比赛，还指望自己能够破纪录。决策就是二头肌弯举，而重要的判断就是那场举重比赛。你必须在比赛之前让你的肌肉保持完整的力量。这两个故事，一个来自政治权力的巅峰，
一个来自脑科学研究的前沿，从实物和理论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指向了同一个结论。真正的顶尖高手，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选择，而是因为他们太清楚选择的代价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重新定义一下所谓的简单穿着到底是什么。它不是懒惰，不是不修边幅，不是对形象的放弃，它是一种战略性的节能，一种对大脑资源的高度尊重，一种极致的自律，一种清醒的自我认知。它是一种宣言，用行动告诉这个世界，我的精力要留给更重要的事情。好了，前面花了这么多篇幅在讲那些全球知名的顶级人物，你可能开始觉得那都是些特殊的人，特殊的职业，特殊的环境，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每天上班下班，既不需要面对10亿用户，也不需要决定国家命运，我为什么也要穿得简单？或者更直接地问，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一套方法真正应用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如果这一套理论只适用于那些亿万富翁和世界领袖，那它对我们就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了。所幸完全不是这样。这套大脑能量管理的逻辑对每一个现代人来说都至关重要。我们刚才提到了决策疲劳，提到了注意力残留，这些东西并不会因为你的职位高低、收入多寡、责任轻重就放过你。它们是人类大脑的生理结构所决定的铁律。你今天早晨在衣柜前犹豫的每一分钟，你今天在早餐店看着菜单发呆的每一秒钟，你今天在路上思考要走哪一条路才不会塞车的每一个瞬间，都在默默地消耗着你的认知能量。而这些能量本来可以拿来做好多事情，它可以让你在上午的会议中更敏锐地捕捉到同事提案里的逻辑漏洞，它可以让你在撰写报告时更流畅地组织你的论点和论据，它可以让你在跟客户沟通时更精准地捕捉到对方的情绪和需求，它甚至可以让你在下班回家之后拥有更多剩余的心力去陪伴家人，去阅读一本好书，去学习一项新的技能。这些看似微小的累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会拉开两个初始条件完全相同的人之间巨大的成就差距。所以实践这套方法的第一步，就是请你先观察自己，请你花个2-3天甚至1个礼拜的时间，诚实地记录一下，你每天早上从起床到真正开始投入工作，中间到底做了多少个决定？从按掉闹钟的那一刻算起，决定要不要再赖床5分钟，决定先刷牙还是先洗脸，决定今天穿哪件上衣，哪条裤子，哪双鞋，带哪个配件，喷哪支香水，决定早餐要吃中式还是西式，决定要喝咖啡还是喝茶，决定要搭地铁还是骑机车或开车，决定要走哪一条路线。我敢打赌，当你真的把这些决策一项一项写下来，你会被那个数字吓一跳。那至少是20-30个决定，而你对这些决定当中的绝大多数根本毫无自觉，它们就像空气一样，你每天都在呼吸，但从来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直到你开始把它们逐一列出来，你才会惊觉，原来我每天正式开工之前，已经先打了一场20-30回合的消耗战。第二步，当你看到了这个惊人的数字之后，你可以开始着手进行简化。简化不代表你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趣的、单调的、没有任何个人风格的人。简化代表的是，你要刻意地设计一套属于你自己的系统。这套系统可以分成几个层次来逐步建立。第一个层次是最直接的致富策略，你可以学乔布斯，学扎克伯格，选定一套适合你的，让你感到舒服的，符合你工作场合需求的固定穿着。你可以买3件、5件，甚至10件一模一样的同款上衣，搭配同样的裤子、同样的鞋子。从此以后，你每天出门根本不需要思考，拿起那一套穿上就走。这绝对是最极致、最省力的方案。但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这太极端了，甚至会觉得这样是不是有点怪？
有点无趣，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建立一套可重复的穿搭公式。你不一定要每天都穿得完全一样，但你可以为自己设定一套明确的规则和限制。比如你可以决定，你所有的上衣都必须是黑、白、灰、深蓝这4个色系。这样一来，不管你抓起哪一件搭配你那条深色的长裤都不会出错。你不需要去思考颜色的搭配会不会冲突，因为你的整个衣柜已经经过了你的事先筛选，任何组合都是安全的。或者你也可以像苹果公司的前设计总监强纳森·艾夫那样，只穿同一家品牌、同一个设计师的作品，因为那个设计师的整个系列风格调性都是一致的，你随便挑2件搭在一起都不会难看。这就是一种系统化的思考方式。你花费一次性少量的精力去建立一个规则，然后剩下的日子你就只需要遵循规则，而不再需要重新做判断。第3个层次是把这套简化的逻辑从衣服复制到你生活里的其他领域。你有没有想过，你也可以固定你的早餐，你不需要每天早上都在纠结要吃三明治还是吃汉堡，喝豆浆还是喝奶茶。你可以就选定一家你觉得健康、方便、口味也能接受的早餐店，每天点同一份套餐。或者如果你是自己做饭，你可以把1周7天的早餐菜单事先排好，每天照着执行就好。这样一来，你又砍掉了2到3个每天必经的决策点。同样的道理，你可以固定你的通勤路线，你不需要每天打开导航研究今天哪条路比较不塞，除非有特殊的交通状况，否则你就走同一条路。你甚至可以把这一切的优化推进到更细微的地方，比如你可以把手机里面那些会让你分心、会强迫你做选择的应用通知全部关掉。你可以固定每天处理电子邮件的时段，而不是让每一封新信进来都打断你的专注，强迫你做出要看还是不要看的微决策。让我再多说一句，这种简化生活的方式不只是为了节省时间，时间只是表面，更深层的东西是心智的宁静。当你把你的外部环境简化到极致的时候，你的内心会不自觉地跟着变得清晰起来。你不再被那些花花绿绿、嘈杂混乱的选项所干扰。你知道你每天穿什么、吃什么、走什么路，这些日常的琐事已经不再是你大脑的负担，它们变成了一种稳定的节奏，一种你不需要思考就能自动运行的背景韵律。而你的大脑，那个宝贵的、消耗性的、一天只能运转有限时数的大脑，终于被释放出来，可以去思考那些真正值得思考的事情了。讲到这边，你可能会想，那如果我今天就是一个热爱穿搭、喜欢用服装来表达自我的人，难道我要为了所谓的大脑能量管理，彻底放弃我的兴趣和快乐吗？我的回答是，绝对不需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观点，因为这套策略的本质从来就不是要你变成一个无趣的、毫无个性的人，它的本质是你要学会有意识地去分配你的决策能量。如果你觉得穿搭对你来说是一种乐趣，是一种创意上的享受，那你就应该把穿搭视为你一天的创意活动之一。你只是在做选择的时候要更清醒一点。你要知道，你在穿搭上花的时间是你主动选择的，而不是被环境推着走的。而且你完全可以把这种创意选择限制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范围内。比如你可以在礼拜天的晚上花半小时，把接下来1个礼拜要穿的5套衣服全部先搭配好挂起来。接下来的5天，你每天早上起床就直接把那一套穿上去，不需要再思考。这样一来，你既享受了搭配衣服的乐趣，又不必在每天早上最需要清晰头脑的时刻去消耗你的决策能量。这才是真正的双赢。好了，到了这里，我们已经从心理学的决策疲劳聊到了脑科学的注意力残留，从以色列法官的实验聊到了美国总统的西装，从神经科学家的个人习惯聊到了你可以怎么在日常生活中落实这套系统。我想你已经完全理解了为什么那些成功的人总是穿得那么简单，
那不是一种随意的选择，那是一种刻意为之的纪律。他们不是不在乎穿什么，他们是在乎的事情比穿什么要重要得多。最后，我想邀请你做一个思考，你每天醒来花最多时间在做决定的事情是什么？那些决定是真的必须由你来做吗？有没有可能，你只要花一点点时间先建立起一套系统，就可以让那些决定全部自动化，从此把大脑的能量全部留给你真正在乎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个目标。如果你今天听完这支影片有任何的想法或启发，或者你已经开始打算要简化你的衣柜，甚至简化你生活的某个面向，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们一起聊聊，看你的每一个分享，每一个经验都可能启发到正在看这支影片的其他朋友。我们下次再见。